你是否想过，语言的终极力量是什么？是辩倒对手，赢得一场争论的胜利吗？是舌灿莲花，说服他人为你所用吗？还是字字珠玑，写出流传千古的文章？或许都不是。在翻阅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的传记时，我找到了一个更深刻的答案。这个答案藏在他与他一生中最凶猛的敌人埃德温·斯坦顿 （Edwin Stanton） 的关系之中。在林肯尚未成为总统之前，他还只是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乡下律师。当时，他接手了一桩重要的专利案件，与一群来自东部的大律师合作，其中为首的便是声名显赫的斯坦顿。斯坦顿是当时法律界的巨擘，高傲、刻薄、才华横溢，他从骨子里瞧不起林肯。第一次见面，他看到林肯那身不合体的乡下西装和瘦长笨拙的体态，便毫不掩饰地对身边的同伴说：“我们凭什么要跟这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长臂猿一起工作？”这句话，林肯听到了。在接下来的案件准备过程中，斯坦顿更是将排挤与羞辱发挥到了极致。他完全无视林肯的存在，不让他参与任何核心讨论，甚至在林肯走进房间时，故意停下话题，用沉默和冷眼将他驱逐出去。对于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人而言，这都是奇耻大辱。林肯的助手为他打抱不平，劝他退出这个充满敌意的团队，但林肯没有。他没有愤怒，没有反击，甚至没有一句辩解，他只是安静地留了下来，每天坐在法庭的角落里，仔细聆听斯坦顿那无懈可击的辩论，观察他缜密的逻辑和雄辩的风采。庭审结束后，林肯对朋友说：“我学到了很多。斯坦顿的确是我见过最出色的律师。”他甚至由衷地补充道：“我得回家，好好学习法律了。”他没有把这次羞辱看作是个人的冒犯，而是当成了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。他看到了对方攻击性言辞背后那闪闪发光的才华，并为之折服。这份气度已经超越了常人。但故事到这里才刚刚开始。几年后，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，国家正处于内战的腥风血雨之中，他需要组建一个最强大的战时内阁，来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在陆军部长这个至关重要的职位上，林肯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名字：埃德温·斯坦顿。这个消息震惊了所有人。内阁成员提醒林肯：“总统先生，您忘了他曾经怎样公开羞辱过您吗？他称您为长臂猿，是个低级的小丑。”林肯只是平静地回答：“是的，这些我都记得。但是，他是当下全美国最适合这个职位的人，国家需要他。我个人的感受无关紧要。”于是，在所有人的反对声中，林肯毅然任命了这位曾经的敌人。斯坦顿上任之初，依旧不改其刻薄本色，他频繁地质疑林肯的决策，在会议上公开与他争吵，甚至在私下里依然用那个傻瓜来称呼总统。但林肯始终用一种超乎寻常的耐心与尊重对待他。他会亲自深夜造访斯坦顿的办公室，只为了解一个战况的细节。他会耐心听完斯坦顿所有的抱怨和指责，然后温和地说：“你的观点很有价值，让我们在一起想想。”他从不以总统的权威去压制，而是用全然的信任和授权，给予斯坦顿最大的发挥空间。在林肯这种如大海般深沉的气度面前，斯坦顿那坚硬的、长满尖刺的外壳开始一点点融化。他逐渐发现，这位被他瞧不起的乡下人有着他从未见过的智慧与慈悲。他开始发自内心地敬佩林肯，从一个批评者变成了最忠诚、最得力的左膀右臂。
他们成了并肩作战的挚友，一同带领国家走过最黑暗的岁月。1865年4月15日，林肯遇刺身亡，在他的床边，所有人都泣不成声。那个曾经无比高傲、从不轻易表露情感的斯坦顿，俯下身，凝视着林肯安详的面容，泪流满面。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出了一句流传后世的话：现在，他属于千古了。Now he belongs to the ages。那一刻，所有的恩怨，所有的偏见，都已烟消云散，留在斯坦顿心中的，只有无尽的敬仰与哀思。林肯用他一生的言行，向我们展示了语言的最高境界。它不是用来战胜敌人的武器，而是用来感化敌人，并最终将其变成朋友的桥梁。这种力量源于一种我们大多数人都极度缺乏的质量——星号语言的气度。星号，它意味着，在面对指责和冒犯时，你能否看到对方语言背后的动机与价值？在情绪上头的瞬间，你能否选择沉默，等待一个更平和的时机？在渴望表达自我时，你能否先一步去理解和肯定对方？我们大多数人都活在语言的战争里，我们急于证明自己是对的，急于反驳不同的声音，急于用言语的利剑去刺伤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结果，我们赢了争吵，却输了关系；守住了面子，却丢了里子；获得了短暂的痛快，却换来了长久的悔恨与孤独。你是否也常常陷入这样的困境？明明只是想好好沟通，却总是以争吵收场；明明心里在乎的要命，说出口的话却句句伤人；明明渴望被理解，却总是在关系中筑起高墙。如果你有过哪怕一次这样的经历，那么今天，我想带你一起学习林肯的智慧，修炼那份能化干戈为玉帛的语言气度。我们不讲空洞的理论，只从3个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修罗场开始。第一个修罗场，婚姻里的无声电影。很多亲密关系的死亡，不是从惊天动地的争吵开始的，而是从一场漫长的、令人窒息的无声电影开始的。你明明有话想说，却只能强忍着闭嘴。小敏和丈夫志强的婚姻就走到了这一步。在外人看来，他们是模范夫妻，一个温柔贤惠，一个事业有成，从不吵架，客气得像一对初次见面的商业伙伴。只有小敏自己知道，那份客气之下是怎样一片冰冷的荒原。起初不是这样的，他们也曾无话不谈。志强会兴奋地跟他分享工作中的趣事，小敏也会把闺蜜间的八卦当成笑话讲给他听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？大概是从志强的工作越来越忙，回家越来越晚开始。小敏等了一桌子菜，从温热等到冰凉，志强才拖着一身疲惫回来。第一句话总是累死了，随便吃点吧。小敏心里的委屈第一次没有说出口，她觉得她工作辛苦，我应该体谅。后来家里的琐事渐渐多了起来，孩子的尿布，厨房的水槽，阳台上忘了收的衣服，小敏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。她希望志强能搭把手，哪怕只是把自己的臭袜子从沙发上拿走。她暗示过几次，老公，你看着袜子。志强头也不抬地盯着手机，随口嗯了一声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小敏心里那点微弱的火苗又被一盆冷水浇灭。她想发作，但脑子里有个声音说，算了，为这点小事吵架多不值当，她上一天班也挺累的。于是她默默地捡起袜子扔进了洗衣机。从那以后，算了成了小敏的口头禅。志强忘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他想提醒，话到嘴边
变成了算了，老夫老妻了，不讲究这些。志强对他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反应平淡，他想追问一句你不喜欢吗？最后也变成了算了。他可能就是这种性格，他以为这是体谅，是成熟，是维护家庭和睦的大智慧，可他骗不了自己的心。那些被算了压下去的失望和委屈并没有消失，而是像尘埃一样一层一层地堆积在心底，直到把那颗原本火热的心彻底掩埋。他开始变得怨气冲天，看到志强悠闲地躺在沙发上玩手机，而自己在厨房和孩子的屎尿屁里焦头烂额，一股无名火就窜了上来。他会故意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当响，或者用极其不耐烦的语气对孩子大吼，其实都是在演给志强看。他渴望他能看懂他的无声电影，能走过来问一句你是不是累了。但志强，这个世界上最迟钝的观众，永远看不懂。他只会皱着眉头说，你今天怎么火气这么大？这句话像一个火星，瞬间点燃了小敏积压已久的火药桶。我火气大，你回来过问过家里一句吗？孩子发烧你管过吗？我累得像条狗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你除了玩你那个破手机你还会干什么？他终于把心里话说了出来，用最尖锐最伤人的方式。他以为会换来志强的愧疚和安抚，可他看到的是对方同样被激怒的脸。你又发什么疯？我天天在外面赚钱养家，我容易吗？你就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吗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一场毁灭性的争吵过后，是更漫长的冷战。家成了一个充满怨气和沉默的冰窖，他们成了同一屋檐下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小敏痛苦地问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忍，我会憋死。说，关系会彻底破裂。难道真的没有两全的办法吗？我告诉他，问题不在于说与不说，而在于怎么说。他过去的沉默不是体谅，而是星号被动攻击星号。后来的爆发不是沟通，而是星号情绪宣泄星号。这两者都通向关系的坟墓。真正的沟通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和语言模式。我给了他一个看似简单却极难做到的建议，用我开头说出你的感受，而不是用你开头宣判对方的罪行。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星号我信息 iMessage 表达法星号。它的神奇之处在于，当你用你开头时，比如你怎么总是这样，你为什么老是不，对方的大脑会立刻拉响警报，进入防御和反击模式。他听不到你的需求，只听得到你的指责。但当你用我开头时，你是在袒露自己的脆弱，邀请对方来理解你。一个周末，志强又像往常一样，吃完饭就陷进了沙发。小敏看着水槽里堆积如山的碗碟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按照过去的剧本，他要么会怨气冲天的去洗碗，要么会冷嘲热讽地说一句真是个大爷啊。但这一次他决定换一个剧本。他走到志强身边，没有居高临下，而是挨着他坐下，轻声说，老公，我能跟你聊聊吗？志强从手机上抬起眼，有些意外。小敏的声音很温柔，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星号我星号，看到这些碗还没洗，再想到等下还要给孩子洗澡辅导作业，星号我星号，忽然觉得有点累，心里也有些失落。星号我星号，知道你上班也很辛苦。星号我星号，不是在指责你。星号我星号，只是希望你能看到星号我星号的这份辛苦。如果能帮星号我星号分担一下，星号我星号会觉得很温暖。
他一口气说完，心砰砰直跳，紧张地等待着审判。志强愣住了。这几年来，他听惯了小敏的抱怨、指责和沉默，却从未听过他如此坦诚、如此柔软地说出自己的感受。我感到累，我感到失落，我希望。这些话语像一把柔软的钥匙，没有触发他任何的防御机制，反而直接打开了他内心深处那扇叫做共情的门。他看到的不再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怨妇，而是一个和他一样会累、会脆弱、渴望被看见的妻子。他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默默地放下手机，站起身说：碗我来洗吧，你去歇会儿。那一刻，小敏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，但那堵横亘在他们之间多年的冰墙确确实实的裂开了一道缝。从那以后，小敏开始学着用我信息来表达自己。当志强晚归时，她不再冷着脸等他，而是会发一条信息：老公还没回来吗？星号星号，我星号星号一个人在家，觉得有点孤单，也很担心你。当他需要帮助时，他不再用眼神和叹气来暗示，而是会直接说：星号星号，我星号星号，今天身体不太舒服，你能不能帮忙去接一下孩子？星号星号，我星号星号会非常感激你。他甚至学会了在表达需求的同时，先给予对方一份星号星号认可。星号星号，星号星号，我知道你工作很忙，也一直在为这个家付出。星号星号，这一点我非常感激。但从我的角度来说，当你忘记我们的纪念日时，星号星号，我星号星号，真的会有点难过，会觉得自己不那么被重视了。孟子说：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在亲密关系中更是如此。当你的语言不再是射向对方的利剑，而是包含了星号星号事实加感受加认可星号星号的感气时，对方是很难再激烈反驳的。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靠强行的逼迫，而是源自温柔的理解与认同。当你学会用我的脆弱去代替你的罪状时，沟通就不再是争吵的导火索，而会成为让关系更亲近的机会。第二个修罗场，职场里的硬碰硬。如果说婚姻里的沉默是温水煮青蛙，那么职场里的沟通不当则更像是短兵相接的正面冲突。王经理最近就遇到了一个让他头疼不已的硬骨头，新来的设计师小张。小张是个天才，创意十足，才华横溢，一个人能顶半个团队。但他的脾气也和他的才华一样突出，他极度自我，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。谁要是敢质疑他的设计，他能当场让对方下不来台。团队里的老员工没人敢惹他，都绕着他走。王经理很欣赏小张的才华，但也深知他这种硬碰硬的沟通方式正在严重破坏团队的协作氛围。他决定找小张谈谈。第一次谈话，王经理选择了最直接的方式：小张，你来公司也一段时间了，有件事我必须得跟你说一下。你虽然能力很强，但你的沟通方式很有问题，你太强势了，完全不尊重同事的意见。上次 A 部门的总监只是提了个建议，你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它兑了回去，这让我很难做。你必须要改，否则我们没法合作。王经理觉得自己说的句句在理，态度也很诚恳。可话音刚落，小张的脸色就变了，他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，浑身的毛都炸了起来。王经理，我不同意，我那是沟通有问题吗？我那是对作品负责。A 部门的总监懂设计吗？他提的意见根本就不专业。我是设计师，我必须捍卫我的专业性。如果这叫不尊重，那我没什么好说的。
如果公司需要的是一个唯唯诺诺的绘图员，那可能我不太适合这里。一番话把王经理噎得哑口无言，谈话彻底失败，不仅没有解决问题，反而让两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。小张的态度更加桀骜不驯，王经理也觉得他朽木不可雕也。这就是职场沟通中最常见的误区，我们误以为只要我是对的，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教育对方，但我们忘了，人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理性动物。当一个人感到被指责、被否定时，他的第一反应永远不是你说的对不对，而是你凭什么这样说我。在请教了一位资深的 HR 顾问后，王经理决定再试一次。这一次，他彻底改变了策略。他没有在办公室约谈，而是把小张约到了一个氛围轻松的咖啡馆。开头，他没有提任何工作上的事，而是聊了聊最近很火的一部科幻电影，恰好是小张的最爱。气氛缓和下来后，王经理才切入正题，但他没有说你的沟通方式有问题。他说，小张，上次我们谈话气氛不太好，回去后我也反思了很久，星号可能是我表达的方式太直接，让你感到被攻击了，这一点我先向你道歉。星号这句话让小张明显愣了一下，眼神里的防备松动了几分。王经理接着说，我找你来不是为了批评你，恰恰相反，我是真心非常欣赏你的才华。你来了之后，我们团队的设计水平肉眼可见地提升了一个档次，尤其是你上次那个星空方案，简直是天才之作。这是一句发自肺腑的星号认可。星号王经理没有把它当作客套，而是说得极其真诚。小张的表情从防备变成了些许的不好意思。看到时机成熟，王经理才话锋一转，但依然小心翼翼地选择着措辞。正因为我这么看好你，所以我才会有一个困惑，想听听你的看法。他巧妙地把批评换成了星号请教。星号，我发现你在捍卫自己专业性的时候，态度非常坚决，甚至可以说是不留情面。比如上次对部门总监那次，从专业角度，我100%支持你，但从跨部门协作的角度，那次冲突之后，A 部门后续跟我们对接的态度确实变得消极了很多，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他没有说你搞砸了，而是陈述了一个客观的星号事实。星号，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，他没有给出结论，而是抛出了一个星号问题。星号，所以我的困惑是，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方式，既能守住我们设计的专业底线，又能让合作部门的同事感觉到被尊重，让协作更顺畅呢？星号，关于这一点，你是怎么看的？如果换成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？星号，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提问，他瞬间把小张从一个被审判者变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参与者。他没有关闭对话，而是打开了一扇邀请的门。苏格拉底说，提问是唤醒灵魂的工具，当你用句号收尾时，沟通就被关闭，但当你用问号收尾时，那堵墙就会变成一扇门。小张沉默了很久，这一次他没有反驳，没有炸毛，因为王经理的整个表达没有给他任何需要防御的靶子。他感受到的是尊重、认可以及解决问题的诚意。他第一次开始真正的思考，而不是反击。他开口道，王经理，谢谢你这么说，可能有时候我确实太急了，我只是觉得好的设计不应该被外行人的意见妥协。但你说的对，事情搞砸了，对谁都没好处。也许下次我可以先肯定对方的出发点，
然后再解释为什么从专业角度不可行。那次谈话成了两人关系的转折点。王经理没有赢得一场辩论，但他赢得了一位天才设计师的心。这就是语言的气度在职场中的体现。它不是要你圆滑，不是要你放弃原则，而是要你懂得沟通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证明我对你错，而是为了和对方一起找到一个更好的我们。在开口批评或提出不同意见之前，请先问自己3个问题：我是否先给予了对方足够的认可？我是在宣判对方的错误，还是在陈述事实和我的感受？我的结尾是指向结论的句号，还是指向探讨的问号？当你学会用提问代替结论，用认可铺垫批评时，你会发现，那些你眼中最硬的骨头，也会展现出最柔软的一面。第3个修罗场，亲子间的沉默高墙。还有一种沟通的绝境，比争吵和冷战更令人绝望，那就是你说什么，对方都只给你一堵沉默的墙。这堵墙在青春期的亲子关系中尤为常见。朋友阿芳最近就快被他15岁的儿子逼疯了。儿子上了高中后，像变了个人，不再跟他分享学校的趣事，每天回家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。吃饭的时候，无论阿芳怎么找话题，儿子都只用哦，不知道来回答。阿芳觉得自己正在慢慢失去他的儿子，他心急如焚，用尽了各种办法。他试过星号说教室，星号，你现在是关键时期，要以学习为重，不要天天想些没用的。结果儿子摔门而去。他试过星号贿赂室，星号，这次考进前10名，妈妈给你买最新款的手机。结果儿子冷冷地说，我不要。他甚至试过星号威胁室，星号，偷偷翻看儿子的手机，发现他在跟一个女同学聊天，便大发雷霆，你敢早恋，我就告诉老师。结果儿子1个星期没跟他说一句话。阿芳感到无助又委屈，他找到我，哭着说，我为他付出了所有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只是想关心他，我错了吗？我对他说，你关心他的方式错了。他所有看似为你好的语言，在儿子听来只有3种信息：不信任、不理解、不尊重。当一个孩子感到自己不被理解时，他就会关上心门，用沉默来保护自己那片小小的不被侵犯的领地。我给阿芳的建议只有一个，闭上你的嘴，先学会等待。这就是沟通中最高级的智慧之一。星号时间差策略，星号，所有话语都讲究一个时机。当对方情绪高涨，充满防备时，你说出口的任何话都像是在往火上浇油。聪明的人懂得在那一刻选择沉默，不是逃避，而是为了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，等待对方的情绪先落地。神经科学研究证明，强烈的情绪，比如愤怒、抗拒，其生理唤醒的峰值通常不会超过20分钟。只要你能忍住这20分钟不开口，等到风暴过去，语言的温度就会完全不同。阿芳半信半疑地照做了，他不再追着儿子问东问西，不再试图撬开他的房门，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做好饭，然后安静地陪他吃。饭桌上，他不再聊学习，而是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趣闻，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。儿子起初很不适应，但渐渐的，他那紧绷的肩膀放松了下来。1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儿子从房间走出来，犹豫了很久，对正在看电视的阿芳说，妈，我有点事想跟你说。阿芳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他强压住内心的激动，关掉电视，温和地说，好啊，你说，我听着呢。
儿子吞吞吐吐地说，他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同班的女生，但那个女生好像对他没意思，他觉得很苦恼，成绩也因此一落千丈。如果是以前的阿芳，听到喜欢女生4个字，恐怕早就跳起来了。但这一次，他想起了时间差策略背后的智慧，先处理情绪，再处理事情。他没有说你怎么能早恋，他也没有说这有什么好苦恼的，学习最重要。他只是静静地听着，等儿子把所有的苦恼和纠结都说完，然后他走过去，像儿子小时候那样，轻轻地抱了抱他，说了一句彻底融化儿子的话：星浩，星浩，原来我的儿子长大了，有了喜欢的人了，谢谢你愿意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妈妈。星浩，星浩，他先星浩，星浩认可星浩，星浩了儿子的情感，把他视为成长的标志，而不是洪水猛兽。儿子在他怀里紧绷了几个月的身体终于彻底松弛下来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。等儿子情绪平复后，阿芳才用纸巾帮他擦干眼泪，用一种朋友般的语气说，喜欢一个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，妈妈很为你高兴。同时，星浩，星浩，我星浩，星浩也看到你因为这件事很苦恼，甚至影响了学习。星浩，星浩，我星浩，星浩作为妈妈也感到很心疼和担心。他用了星浩，星浩，我信息星浩，星浩表达了自己的感受，而不是指责。最后，他没有给出任何建议，而是问他，那么关于这件事，星浩，星浩，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？你觉得接下来可以怎么做，既能不留下遗憾，又能不耽误自己更重要的事情？星浩，星浩，他把问题抛了回去，把人生的选择权交还给了儿子自己。那天晚上，母子俩聊到了深夜，那是几年来他们第一次如此靠近。阿芳终于明白，亲子沟通的秘诀不在于你说了多少正确的道理，而在于你是否给了孩子足够的星浩，星浩安全感。星浩，星浩，让他相信无论他说什么都不会被评判，无论他做什么都会被爱。而这份安全感恰恰来自于父母在关键时刻那份懂得等待、懂得倾听、懂得共情的语言气度。从林肯与斯坦顿到婚姻里的夫妻，职场里的上下级，再到家庭里的亲子，我们看到所有沟通的困境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根源，我们太执着于我，而忽略了我们。我们急于表达我的观点、我的需求、我的委屈，却忘了沟通的本质是建立我们的连接。今天我们讲到的所有方法，先肯定再表达，我信息传达法，以提问收尾，时间差策略，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心法，把理解化为语言。在开口之前，先在心里完成一次慈悲的转化，把指责转化为表达感受，把结论转化为提出问题，把批评转化为陈述事实，把我对你错转化为我们一起找找答案。这很难，需要刻意练习，需要我们与自己最原始的攻击和防御本能做斗争。但这也是一个人走向成熟、走向内心强大的必经之路。因为你的语言就是你的风水，是你内心世界的真实倒影。一个内心充满戾气和评判的人，他的世界也必然充满了争吵与隔阂。而一个内心温润有气度的人，他的语言自带春风，能化解坚冰，也能让最凶猛的敌人最终为他流下眼泪。愿我们都能修炼出这份语言的气度，不再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，不再因一时的口舌之快造成长久的关系内伤，不再让本该温暖的家变成沉默的战场。从今天起，试着在每一次沟通中都带上一点林肯的智慧，你会发现
当你的语言变得柔软，你的世界也会随之温柔起来。这里是陪你探索内心、温暖前行的伙伴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分享给你生命中重要的人。感谢你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